这一次我驾的这个 EQE 呢，它的电池啊是有90个 kWh， 所以 on paper 呢，它 up to 669 km。不过我们都知道这种 on paper 是，你知道吗？它就是不是实际的数据啦，所以你在网上可以找得到实际的数据的。如果走 highway， 它都可以走500公里，所以从我家到新山大概312公里而已 ，which 是相当 make sense 啦。但家电动车走 highway 跟走城市有不同的是，通常汽油车啊走 highway 会比走城市省油，可是电动车啊 city drive 是比这个走 highway 还要省电的，因为你有 braking 有 regenerate 嘛。所以现在我的车子的 battery 是还有 92%， 系统显示我能够走 maximum 546公里，我是相当安全的。我到了新山，预计我还会有多200 km 的 mileage 可以给我用啦。但是为了再小心一点，我就从我的驾驶模式这边调整，把它变成去 Eco Mode。现在是早上6点 AM， 我差不多到尼莱，我的 battery 还剩下 86%， maximum 可以走514公里。我的目的地是291公里，我预计8点48分会到新山的 Lagin。所以刚才从我家斯里格芒岸到尼莱这一段路啊，我发现，因为我这一趟要走 long distance 嘛，所谓的 long haul，它最挑战的是这辆车子，你知道它200多 horsepower， 565 Nm， 所以你要一直跟自己讲，你不可以加快，即便有人撩你，有人弄你，还是你，因为有时候后面的车很快来，你很懒惰，一直在 fast lane 跟 slow lane 之间切换，你就想定这一个时速，一直走在 fast lane， 可是你不可以这样子做的嘛，因为如果你一直在 fast lane， 你无止境的一直拉140、160、180，你一直拉，到后面你就要来省价，就有一点先甜后苦的感觉啦。那如果要避免这个情况，你就要你的黄金右脚就要非常的收敛，非常的 behave。好像我刚才我已经变成 comfort 了啊！我刚才一早驾车的时候，我是把它放在 eco， 所以在 eco mode 哈，哇，你真的好像驾着一辆油门坏掉了的车，你怎样踩它不会去的，它就 purposely 去降低它的输出。而电动车的这种 eco mode 是超级有效率的，因为它不像燃油引擎这样子啊，它可以控制这个油嘴喷油的速度嘛，喷油的量啦。可是电动车它能够非常精准的，不要给它用这么多电，就不要给它用这么多电，限电。我现在在 Eco Mode，OK， 我从 Slow Lane， 我要去 Fast Lane， 我踩完了，你看我脚已经踩到底了，我要割它，我割不到，你看。如果我现在不是在这个模式啦，我在 Comfort 或者我在 Sport Mode 砰一声，它就消失掉了啦。等一下我们示范一下OK。只是 for demonstration OK， 打个比方我现在去OK， 我现在去 Sport Mode 了，你看这辆车的这个 Hilux OK， 3、2、1 go。 OK， 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到160多了，你看。你直接从一辆那一种绿皮火车那种很旧的 KTM， 直接1秒里面你就变成高铁了。拜拜。OK， 就够。OK， 不要玩了，我们要去新山了。我开玩笑，说我的 battery 还剩下 85%， 还可以走489公里，它下到非常快，因为我刚才寄养了一下啦。OK， 我现在已经到了阿耶格罗，也就是马六甲的这个收费站。我的 battery 还剩下 68%， 还可以走 maximum 403公里，距离我的目的地还有202公里。所以到马六甲来讲的话，这个电量它的耗电量算是 OK 的。但我从刚才在舍人班开始，我就一直用着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时间开车，就是你不用一直走停。我刚才把时速 setting 在125定速了啦，我现在调快一点到130了。
总之我也不要加快，我就 stay 在这个速度。I mean 这个速度对一个 EQE 对一个3000多 mm 轴距的车来讲啊，其实是相当慢了的啦。它好像普通车的80、90这样罢了啦，而且轮胎又19寸嘛，你要走要 brake 什么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已经是6点45分。天色开始亮了啦，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南北大道的2条车道了。因为过了马六甲之后，到新山的路段都是2条车道，所以2条车道其实更挑战的，因为你一直需要切换车道。所以我现在是把 ambient light 调到几乎是最亮了啦，这样我的前面的镜头可能才看得到我的脸一点点。现在是早上7点，我刚刚经过了Shell Dangkal的充电站。然后我没有停下来充电，因为我的电池还剩下60%， maximum 可以走361公里。那我距离我的目的地呢，还剩下168公里罢了。所以其实你60%你要差什么嘞？因为你放进去差10分钟，可能就80%或者就接近80多%这样子，然后就没有必要啦，因为还有这样多。我都可以到新山，我还有200多公里，没有必要这个时候 charge 啦。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多观众就要问了，那如果我们在 Shell Recharge 要充电的话，怎么算钱？因为马来西亚，我过后会做一支跟大家分析怎么样去算钱，算这个电费的影片。不过我们就 Shell Recharge 来讲，首先你必须要 download 一个叫 Park Easy 的 apps， 用来解锁那个 charging station 的 parking lot。So如果你要解锁它，你的 balance 必须要有200个 credit， 一个 credit 1块钱，然后每一次的解锁费用是4个 credit 4块钱。如果你什么 member 都没有签的话，因为 Shell Recharge Go 是一个 membership 嘛，如果你没有 member pay per use 的话，1分钟是4块钱马币，1分钟4块钱。如果你有签 member 或者你是 Porsche Taycan 的车主的话，你可能1分钟是2块，或者1分钟2块多到4块，还有一些 cashback rebate 等等。那我们就假设你什么 membership 都没有，1分钟就是4块钱。那以这辆 EQE 来算的话呢，0到80% 大概是需要36分钟的时间。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要讲100？这个已经是尝试了啦。那我就不厌其烦的再重复多一次，电动车0到80是最快的，80到100需要半个小时以上，这是为了要保护这个电池，延长电池的寿命。如果你 AC 的话就没有分别，反正 AC 都是慢了的嘛，它就慢慢冲到100这样子啦。所以当然马来西亚目前算电的方法有2种，一个就是 by minute 用分钟来计算，那对他来讲算公平的，因为 Shell Recharge 的 High Performance Charging Station 它 up to 180 kW， 这辆车只能够支援170 kW， 所以你几乎没有浪费掉每一个 kW 啦。那如果对那些 maximum charge， 比如讲小车啦，像 Mini Electric 或者 Mazda MX-30这种来讲，它 maximum input 只有40 kW 到50 kW 而已，所以就变成你每1分钟给4块钱是超级不划算的。因为同样一个4块钱，人家可以充到，比如讲走50公里。然后可能你的4分钟只充到你走15公里这样子吧，好啦，我随便算嘛，好啦，打个比方是这样子啦。所以因为什么我这一趟没有在Shell Dangkal充电的话，因为我的目的地就是 Cycle and Carry Johor Bahru。那在那边呢，我现在开着 EQE 嘛，那个充电桩是开放给 Mercedes EQ 的用户使用，所以我可以直接到那边充了过后，我就算在新山绕2圈。我才半天，因为等下晚上我又从新山回来 KL 了，所以我不太可能在新山用掉300公里的续航里程啊。你驾电动车走 highway 走长途就是 plan before you go， 所有东西你都必须要算，不用算到很精准，不过你 roughly 要知道自己大概要去什么地方多远，然后那边有 DC 有 AC， 要不要 overnight， 要不要过夜，然后你打算怎么样去 plan 你的行程等等，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practice 啦。你可能在为10年、20年、30年以后的事情在做 practice。所以如果你在2023年开始拥有一台电动车，虽然你可能会在这个二手价方面有一点吃亏啦，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折旧什么等等都还不是这么稳定。不过你可以成为这个地球上可以算是前面几批第一次使用电动车的人，然后你可以跟你的子孙讲，你看你阿公以前在2023年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已经是2050年了啦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插电了。那个时候插电你看36分钟才可以充到80%，现在我们5秒钟就插满了。我讲嘛了，我们还懂2050年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还剩下152公里。现在是早上8点07分，我已经到了 Johor Premium Outlet， 也就是四股来这边，如果转左边就是去 Desaru Highway Senai Desaru Highway。所以等一下我打算在前面的 Shell R&R Skudai Southbound 那边停下来小便，因为到那边其实前面就是 Skudai 的 door 了，所以技术上来讲我已经是到了 Johor Bahru 啦。不过对我们这种新商人来讲，你只有到 Johor Bahru 你才可以讲自己在 Johor Bahru， Skudai 是 Skudai， 不是 Johor Bahru you know what I mean？ So真正挑战的地方其实不是在 KL 到马六甲，因为 KL 到马六甲只有100多公里，马六甲到 Skudai 才是重头戏，因为那边就有接近200公里，而且都是2条 lane， 你必须经常要踩 brake， 经常要重新再加速，有时候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速度，你要被逼去 slow lane。 我现在呢，从我出发到现在我走了294公里，我的耗电量是 19.9 kWh per 100 km， 我还剩下 28% 的电量，我能够走minimum 141公里 maximum 170公里，它比我预计的用了更多的电量。而且我刚才是5点半出门，开到现在8点，这段时间的 traffic 你刚才也看得到咯，路上基本上都是没有车，然后我整条路基本上都是定速定在125到130之间这样子，几乎没有什么踩到重 brake， 也没有什么踩到大油大电啦。所以在这么 friendly 的情况下呢，我到了 Skudai 的 Shell Recharge Center， 我还剩下 29% 的电，可以走141公里 which 是如果我等一下没有要去 Cycle and Carry 充电的话，我就假设现在我到新山了，我剩下 29% 的电量，那 29%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充电 timing 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锂子电池它的这个充电的 timing 最好是第一不要低过30，然后充满不要超过80，所以 30% 到 80% 呢是最健康的一个状态。我现在要去找那个 Shell 的充电桩在哪里。其实我是不用充电的，我只是要找罢了。我第一次来这个，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去对面那个 Shell Pago 的对面的前面了。OK 我看到了，在这边这个就是传说中120 kW 的快充，非常无聊的一个驾驶啦。因为我刚才真的是非常怀念4气缸、6气缸的声音，3气缸、2气缸都不用紧了，就那怪的，就没有引擎，没有 gearbox， 没有 downshift 的感觉，懂吗？而且我开着 Eco Mode 基本上是什么电动 electric sound 都没有的。它的电动 sound 你必须要大油大 brake， 你才会 feel 到那个感觉啦。OK， 就这样子。所以我讲了多长？讲了4分钟。所以现在你看后面2大不啦，2小1大，1大2小还在刚刚睡觉，刚刚睡醒这样子啦。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准备进入新山。那我相信如果这边是 28% 嘛，如果我刚才从 KL 我是一路像我平时这样驾车啦 ，OK， 就是踩 brake， 而且是交通繁忙的状况下，我相信我现在应该只剩下10到15% 而已。所以你们自己衡量一下啦。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影片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 real world challenge。Real range 还是非常赤裸裸的，就不是 on paper 了699或者669 ，it doesn't make sense 啦 ，for highway 根本不可能的。我刚才已经降慢了，你知道你在 highway 驾着 EQ1 我跑130，整条路没有车 ，I feel like 我好像驾着60-70吧，超慢，慢到我都想可以快一点嘛，而且还是 Eco Mode 啊。我现在已经到了 Cycle and Carry Johor Bahru， 就是位于 Tampoy 的这一间 Mercedes-Benz 的 4S Center。
那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就是在Jalan Skudai的旁边，车水马龙。往前面走一点，那边就是昂沙纳了。所以现在呢，我就要来帮这个 EQS 充电，因为这边呢就有一个给 Mercedes EQ 车主使用的 DC 充电桩。OK， 这边有2个。没有错的话，它是180 kW 的 DC 快充，我们就来充电。EQE 的这个地方呢，它非常的小片啊，就不像很多电动车也要做到很大片，这个 size 就刚刚好。OK， 所以我现在要帮我的车子充电。OK， 我们先按 Start。哎呀，要 RFID 卡，等下我去问那个人。几辆Mercedes啊？这辆应该是第5辆，我从1995年买第1辆。OK， 现在是半夜1点钟，我回到了Serdang这边，我的 battery 还剩下29%，maximum 可以走172公里。那其实我从 JB 回来 KL 呢，我就驾到比较快一点。基本上一半的路程都是 cruise control， 另外一半的路程都是在加速等等，所以这个电池其实等下我到家应该是25到27% 之间吧。你知道电动车开 highway 它还是相当的很耗电啊，因为你几乎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去再给它 recharge 回来了，就是所谓的 recuperation。就是一直在 release 而没有在 recharge 啦，所以透过这集我完成了从Seri Kembangan 到 Skudai， 然后 with single charge 就 charge 过一次过后，再顺利的回到家，所以整个过程我大概还剩下40% 的 extra 的 mileage 可以给我用啦，所以希望这一集也对大家有一个参考价值，可以给大家知道，即便是一个90点多 kWh 的 EQE， 你在 highway 的表现也有限啦，非常的 limit 啦。Okay,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哇，有力嘞！哇，像那个太空船，但是很爽，有这个力，快哦，顺的嘞。哦，你驾过这种车哦，我跟你讲 ，engine 的你就不要了。很像那个我们坐电动火车这样啊，哇。